他走了。谁走了？雨柔姑娘。这是雨柔姑娘给你的。 行，那我就提前祝你名落孙山。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三黑，你别为难，我走了。 端午是个好女人，她才是你应该娶的女人。好好待她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好好的活着。三黑，下辈子我一定不会让她做你媳妇，我让她做你妹妹。 张松呢？回大人，张松大人去借粮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城西的地都淹了，这些灾民闹着要进城，我们在这儿拦着。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咱们端县地势低，乡下是年年淹，这些灾民进城是家常便饭。这种小事不用惊动大人您。把衙役都撤了。撤了？为什么？放灾民进城。大人。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让灾民进城可是犯了大忌。什么大忌？什么大忌我也说不上来。不过历来的官爷都是这么说的。放灾民进城，本官倒要看看犯了什么大忌。快点！是。放灾民进城。谢谢毛大人，谢谢大人。 谁吃过来拿啊！都过来拿啊！多吃点。端午添水。
慢点，来给你。谢谢。都有啊，来来来。慢点慢点。大人，别急，都有啊。大人，这哪里是衙门，都成善堂了。就这些，就这些，再没有了。没了。这堂堂端谢府怎么账面上就这点银子？这还不都怪您呐？怪我？那可不是，咱们端县府几十号人，是朝廷俸禄的就大人您和我2个人，其他的提辖、捕头、牢头、衙役、马夫，那都得县府自己出钱养着。县府哪来的钱呢？还不是靠抽头和捐净吗？您又不许我们收捐净，那衙役们可是从来没有这么苦过呀。现在好了，衙役们纷纷不干了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看就得咱们2个自己上街抓贼去了。我马上再写份奏章，催朝廷尽快调来赈灾的钱粮。包大人，等您的奏章到了京城，京城的粮款拨下来，我估计这帮灾民连咱们俩都得吃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乱了，乱了！什么乱了？街上10几家卖粮的店铺都被难民抢了，我们抓都抓不过来。大忌！这回您知道什么是大忌了吧？找城里的大户，问他们借些钱粮救急。是，快去呀！大人，是有借有还的那种，还是有借无还的那种？当然是有借有还。就拿这个纸还吧。大人，我看您还是亲自去借吧。只要他愿意帮忙，就是再多10倍的灾民养活得了。哎呀，包大人，平日请都请不到，今天突然光临寒舍。陈员外，我是来借粮。包大人，请坐吧。陈员外，难民进了城，府衙的钱粮告急。那您要借多少啊？500担。陈员外放心，只要等朝廷的赈灾粮一下来，欠你的粮1粒米都还不上。包大人想借粮也可以，你得把你的前任、前前任欠我的1000担粮食先还给我，我就借给你。陈员外，这难民一旦闹了起来，恐怕那是你们官府的事。陈员外，我们包大人跟那前任、前前任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难道包大人不是朝廷的官？陈员外，我一定会还的。既然包大人都开了口了，不能不给面子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请讲。这500担粮食给了包大人，陈某就没准备收回来。城西那块泡了水的地呢，今年恐怕耕不上了。陈某愿意用500担粮食从灾民手中收回他们的耕地，一是解包大人之急，二是纾灾民之困呐。包大人，我觉得这个挺合适的。趁火打劫，趁火打劫。哎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这1粒米都没借到，那满城的灾民怎么办呢？您倒是拿个主意啊！啊？来，下一个。来，别烫着。下一个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谢谢。来，如何真不来？别烫着啊！来，喝粥。下一个，来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太稠，倒回锅里再加水。
这个也倒回去，再多加2碗水。哎，好。大人，我说句话，你可别不爱听啊。说，小人也伺候好几任老爷了，但没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好官。论官品、人品，他们跟您没法比；可是论借粮食，您跟他们没法比。这满城大户没有借出1粒米，现在就连咱们喝的粥都要加白水。我也奇怪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您不懂权宜行事。包拯在哪儿？让开！陈员外，怎么了？包大人，这是100两金子，1厘不差。什么意思？包大人，都说你是好官，其实你也是官匪一家，还我儿子！还你儿子？脸皮都撕破了，还装什么装啊？哼！今晚子时，城外破庙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你儿子？我儿子被你们绑架了，我现在一手交钱，该你们一手交人了吧？不是我们干的，跟官府没关系。真的没关系。啊，那我儿子去哪儿了？我儿子呢？陈员外，金子你先背回去，你儿子我会帮你找的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借我粮食。包大人，你这是乘人之危啊！人命关天，可以趁人之危。粥来了，粥来了。好，包大人，我答应你，一手交粮，一手交人。包大人，我们到哪儿去找绑匪？你先跟着回陈员外家，绑匪一定还会送信，马上拿来见我。是。快去！喝粥吧。再加水。还加？再加。哦。再加水，再加水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信。时间到了，去吧，去吧啊！包大人，这群绑匪会来吗？一定会来的。包大人，这群绑匪可是一群山贼呀！你那帮衙役能打过他们吗？如果打不过他们，我就人财两空了。我还是把银子拿回来吧。哎，陈员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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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你稍安勿躁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儿子给你带回来。想抓我是白费功夫。好你个贼人，竟敢绑票勒索！快
快跟我们回去！你银子都拿了，快还我儿子吧！去你家米仓里找。你家墙高人肥，我不会费那个功夫。啊，赶快回家！哎，快走！哎，走快！你站住！我知道你是谁。我在府衙等你。撤！大人，怎么样？大人，陈员外的儿子找到了，他被五花大绑的埋在粮食里，只露出个脑袋。人活着吗？活着。大人，你说那个绑匪他会来吗？他已经来了。张松，接过赃银，去买粮救济灾民。是。包大人怎么确定我会来这里？你能劫富，但是不能办成你想办的事情。我能。你终归要用这些银子救济灾民。你折腾了半天，岂不是白费心机了？展大侠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绑票但不图财，左手剑使得好。我曾经见识过，只是没有想到堂堂南侠也干起绑票的生意。包大人为什么要跟我在这里谈话？府衙里其他地方都住满了灾民，只有这地方空着。你是想关我入大牢吧？你绑架勒索，犯了律法。包大人，我绑票是为了什么？赈灾救人。陈员外为富不仁，见难民饿死不救，算不算犯了律法？救与不救是他的自愿，不能强迫。饿死难民，朝廷算不算犯了律法？算。我守灾多日，我展昭得到消息，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，朝廷的赈灾粮款却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谁来处置朝廷？我们江湖人从来不相信你们制定的律法，我们只相信江湖规矩。包大人，我劝你一句，律法是你们用来制约穷人的东西，我们这些人劫富济贫、除暴安良，都是为了公平。公平？你们真的公平吗？真的公平。安分守己、勤勤恳恳、省吃俭用、攒下家业的大户人家，被你们劫了富、济了贫，对他们来说公平吗？如果公平，那天下就不该有勤劳节俭，人人都该过苦日子。本官为了放灾民一条活路，放他们进城，但他们却抢店劫舍。你说这时候他们到底是良民还是暴民？你们江湖这时候该除哪个暴，该安哪个良？展大侠，你们的公平根本不公平。江湖和朝廷毫不相干，你关我入大牢也是痴心妄想。
展大侠可以走了。你不关我入大牢了？按照律法，你是举赃自首，况且救助灾民有立功表现，可以从轻发落。你已经在牢里待够时间，可以出狱了。展大侠，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你谈话了吧？我没有痴心妄想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您没事吧？蓉儿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皇上，您看青女都担心您了。您没摔伤吧？我没事。皇上，您的马死了。朕的马死了，但朕没事。再来。吃谁的粮？少爷。穿谁的衣？少爷。住谁的房？少爷。睡谁的床？少爷。谁是我们的爹？少爷。谁是我们的娘？少爷。少爷吃肉，我们扛；少爷有难，我们担当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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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！我就是把剑拿出来玩一玩，看把你急的。少爷，主人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你碰这把剑，更别说拿出来玩玩了。你想玩玩，你干脆拿老夫我的命去玩玩。不就是老皇上死前赐给我爹的一把宝剑吗？日儿都没开，他将来终归是要我使唤的。少爷，你放心，这把剑等将来以后，老夫我一定交到你的手里，让你使唤。我爹呢？主人被太后召进宫里去了，说是有要事商量。他们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走了。嘿，少爷，少爷！这些年，朝廷上下有2位大人把持着，大宋天下安安稳稳。哀家先替皇上谢过2位大人了。哀家近来听到朝下有人非议哀家，说皇上长大了，要让哀家还政天子。不知2位大人听到过没有啊？太后，微臣也听到过一言半语。这天下本来就是赵家的，哀家这些年尽心尽力辅佐皇上，勤勤恳恳地为赵家看护江山。哀家为了赵家江山的安稳，不惜把自己的亲弟弟都贡献了，怎么反倒听着像是哀家有了野心？哀家这心里边啊，真是觉得委屈。有些人真是见不得安稳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你是说本相在背后怂恿吗？王大人，我可没说您，是您自己往身上揽的。本相比你还怕天下大乱。哼2位大人，就算没人说，这个事儿也摆在那里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现在皇上长大了，哀家想听听2位的意思，究竟该怎么办？宰相大人先说。还是先听听皇上的意思吧。王大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踢蹴鞠的好手。彼此彼此。
今天哀家召二位大人过来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与二位大人商议。想必这件事情二位在心里面早已琢磨过了。既然你们不说破，那哀家来挑破。皇上该大婚了，张大人家的千金，王大人家的孙女，哀家都喜欢。只有这2位才能配得上皇上。可是只能有一个人母仪天下，这碗水如何端平？哀家可真是为难了，所以想听听二位的意思。太后，臣觉得这个事情，还是应该先听听皇上的意思。哀家也是这么想的。哀家想着说，把他们2位接进皇宫中，封他们为美人，让皇上跟他们熟悉熟悉。至于封谁为后，咱们还是听皇上的。二位觉得如何呢？既然是皇上的事情，那就由皇上来决定吧。皇上，太后来了。太后娘娘驾到！母后，您来了。姑姑，蓉儿，你爹来看你了。看你们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刚才在做什么？孩儿让蓉儿陪自己耍剑。听说皇上近来不爱读书了，反倒喜欢打打杀杀了。啊，姑姑，是侄儿闲着没事，缠着皇上耍剑的。蓉儿，你许久没有见到你爹了，和你爹好好说说话吧。皇上，哀家有事情要和你说。皇上，不知道你最近听到了什么吗？娘，孩儿不知娘指的是什么。朝下有人议论，说皇上长大了，让娘把江山还给皇上，由你来打理。这话出自何人之口？说这话的人一定别有用心。娘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江山本来就是你的，是因为你尚且年幼，你父皇托娘帮你看着。怎么叫做让娘把江山还给你呢？这意思分明就是娘抢了你的东西。查出说这些话的人，一定要重重惩罚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娘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娘只在乎你是怎么想的。孩儿从来没想过。皇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这件事你不会不想。孩儿是长大了，但是自己还没有打理江山的本领，这天下还要交给娘来打理。太后说，你和皇上越来越像亲兄弟了。他是皇上，儿子是人质，我们永远成不了亲兄弟。太后喜欢你，把你当亲儿子看。太后喜欢儿子，是因为儿子有一个好爹。蓉儿，你是不是一直记恨爹，把你留在宫里？爹，儿子的命是您给的，您让儿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儿子没有理由怨你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在宫里吗？那是因为我想……爹，我哥和我娘还好吗？都好，他们都很想你。皇上要大婚了，等皇上大婚之后，太后答应我，让你回到你娘身边。爹，儿子不想出宫。皇上，还有件事情，哀家要跟你商量。这要打理国事，首先得打理家事。皇上该大婚了，娘想听听你的意思。
娘掰着手指头数来数去，也就只有王延龄的孙女张德林的女儿配得上皇上。哀家想在他们两人当中挑出一位入主中宫，挑谁由皇上来选。娘定就行了。娘可不想委屈了你，娘想着这2日将他2人接入宫中，与皇上熟悉熟悉，挑一个你喜欢的人做皇后。皇上，你为何不说话？孩儿知道了。好听。不管爷爷有多少烦心事，只要一听到灵儿的琴声，就烟消云散了。爷爷，我要一辈子留在您身边。您要是不高兴了，我就弹给您听。这可不行，以后爷爷恐怕就没有这个耳福了。爷爷，我不想进宫。一定要进宫。灵儿，你还小，很多事情你不懂。这女孩子终归要长大的，长大以后呢，就要嫁夫生子，就要成为人妻人母。这天底下女人都一样，可是不一样的是嫁给了什么人，孩子生到了什么人家里。有的孩子呢，生下以后就做了牛马，可有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当了真龙天子。这些话爷爷以前跟你讲过，还记得吗？天下牛马成群，天子只有一个。灵儿，咱们不说市井乡野，就说朝廷百官，能把女儿嫁到宫里的那是寥寥无几。你能进宫，那是爷爷应该享受的权利，对吧？灵儿啊，给爷爷捶捶背。以后恐怕就享受不到了。来，哎，这边。进了宫以后呢，一切都要靠自己了。我和张德林斗了半辈子都没有输给他，你也不能输，一定要讨皇上的欢心，一定要做一个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母仪天下的皇后。皇上，您今天总是举棋不定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你的心思也不在这棋盘上。我爹跟我说，太后答应过些日子放我出宫，回到我娘身边。你要离开朕了？我跟他说，我想待在宫里。那他们答应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子荣，你一定要想法留下。陈琳被太后关起来了，你要是走了，朕身边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皇上，太后跟您说了什么？太后说，朝中有人议论，让她归政于朕。归政？什么人议论？她没告诉朕。你说太后为什么要告诉朕这些？她想试探您。朕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皇上是怎么回答的？朕说还没有独自打理江山的能耐，江山还得靠他打理。皇上回答的巧妙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他们让朕完婚。完婚？
和谁完婚？一个是你爹的女儿，一个是宰相王延龄的孙女。太后让朕在2个中选一个做正宫。让您挑选？一边是你爹，一边是王延龄，太后谁都不想得罪。把球踢给了朕，你说朕该如何是好？皇上，您应该选王延龄的孙女。我爹这里，您有我这个妻子，而王延龄那里您没有妻子。皇上，这是个机会。庸儿，姐姐，你怎么来练兵场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我要进宫了，以后再见面可就难了。爹把蓉儿送进宫中当人质还不够，又把你也送进去。庸儿，爹那也是为了我好。天下这么多女人，有几个能进皇宫啊？哼，说是皇上，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做不了主的窝囊男人。有什么好的？爹被那个女人裹挟了，肯定是他的主意。庸儿，不许胡说。姐姐，你要进宫了，你高兴吗？我有点心慌。正宫还不知道皇上会选谁，我怕输给王延龄家的孙女，给咱们张家人丢脸。这是牛舌头。大人，千真万确，这就是小人家牛的舌头。你把事情的经过再详细的讲一遍。这头牛啊，小人喂养了好多年了，耕地的活全指望着它了。平日里天不亮它就叫唤，催着小人喂它饲料。今天却奇怪了，小人去喂它，它不仅不吃，反而疯了似的用鸡叫顶小人。要不是拴着，小人就没命了。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舌头被人割了的？这头牛啊，它顶不着小人，就望着那柱子落泪。我就纳闷了，这牛今天是怎么了？我就顺着它的眼睛看去，我点着灯凑近一看，哎呦，吓一跳，蝎子呼啦一块肉啊！小人又纳闷了，这是什么呢？那头牛看着小人还不明白，又张开嘴我一看。这牛嘴里面也是血肉模糊，牛舌头不见了。他自己张嘴让你看的？是的，我们家这头牛啊，它通人性，除了不会说话，它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它就像小人的家人一样。哎，什么人干的？这么狠毒？小人要知道，就不会来找您来了。你得罪什么人了吗？得罪过什么人？没有，大人，小人真不记得得罪过什么人。这人为什么不偷你的牛，反而要割牛舌头呢？这牛没了舌头，还活得了吗？活不了，不疼死，也会饿死啊！你这就回去，将牛杀了，别让他受罪了。哎，大人，小人可不敢。这厮杀耕牛是犯王法呀，是重罪，可不能杀牛啊！牛已经活不成了，有何不敢？听我的，将牛肉分给全村人吃了。大人，你这不是害小人的吗？不是我，是有人要害你。你要想知道这人是谁，就照我说的办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全村人就都知道你杀了牛，把肉给分了。那再然后呢？割牛舌头的人就会到我这里来告你。大人，小人明白了，我这就回去杀牛去。
你就是包拯？正是。你有何事？这个你认识吗？你是谁？为何会有这件东西？包拯，换个地方说话。现在只有咱们2个人，你说吧。包拯，你可知道几年前，当今的太后把一个疯女人悄悄地送出宫，结果这个疯女人在半路上丢了。本官略知一二。你知道这个疯女人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太后当时不许我多问。她是当今皇上的娘，亲娘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女人没有疯，她只是装了几年疯子。你是？是我。